朋友们，我们在这个世界上所有的烦恼呢，可以说都来源于小我的习气。所以修行中很大一部分的内容呢，就是学会怎样去跟你的小我相处。当你知道怎么样跟你的小我相处的时候，你才知道跟别人的小我怎么相处。因为所有的事情，所有的烦恼，所有的痛苦，都是自己的小我和别人的小我纠缠出来的，互动出来的。所以如果我们真正要活出自在丰盛的生命体验，那就必须学会转化这个小我。我们传统的方式呢，就是去对抗小我，对小我有很多的评判，认为他贪嗔痴慢疑样样俱全，然后有很多的恐惧匮乏这些习气。其实这个时候就会导致对自我的一种评判，因为每个人都有小我。那么你如果对小我有这么深深的评判，认为小我有那么多的烦恼，有那么多的习气，所以你就会排斥它。当你去排斥小我的时候，你就没有办法改变它。为什么？小我就像金矿一样的，你要把矿石提炼成黄金，那你就必须首先要包容它，让这个矿石能够来到你的熔炉当中，再用你自性的光明把它给转化。如果你排斥小我，那么你就改变不了小我。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天天去打压小我，去对抗小我，可是小我依然越来越强大，就是因为我们的方向搞错了。要想真正的改变小我的话，首先要做的反而是接纳它。但是这里有一个前提，就是你得彻底明白小我的真相到底是什么。我们之所以抗拒它，排斥它，就是由于不明白小我的真相，被小我的相迷惑了。只有你明白了小我是怎么来的，你才能知道该怎么样去跟小我打交道。好，我们来看一下小我是怎么来的。我们都知道，小我就是一堆习气，一堆带着评判、带着恐惧匮乏的情绪和念头组成的一个我执。那么我们再往下看，这些评判、恐惧、匮乏以及贪嗔痴这一堆习气是从哪来的呢？念头带来的。那这些念头从哪来的呢？当我们不明白真相的时候，就会以为是外在的一些人事物引出来的，但实际上他们也是从空性的大意识当中来的，是自性光明里流动的一堆能量，是自性光明里流露出来的一种妙用，就像是空中飘过的云彩一样。只不过是我们认为是烦恼的那些云看起来不是那么漂亮，有点像乌云，而乌云跟乌云之间就会电闪雷鸣。这个就是小我遇见小我会打架，但其实这个乌云它也来自于虚空，跟白云是一样的。所以乌云跟白云它们的本性是一样的。如果白云代表正能量，乌云代表负能量的话，实际上它们的本质是没有任何区别的。为什么天空会出现白云的正能量，也会出现乌云的负能量呢？为什么它们来自同一个地方却显现不同的状态呢？就是由于空性的妙用，它必须是一阴一阳，一正一负，这是它妙用的一部分。举几个例子吧。首先来说一下佛家。佛陀在菩提下打坐悟道以后呢，提出了一体两面的概念，比如说对错、好坏、美丑、高矮、胖瘦、大小、多少等等。只要你能够做到回归你的内在，去除你内心深处的分别心、攀缘心、执着心、妄想心，做到心不住相，心不着相，达到心不住两边，从而取其中道，则心无所住，你即可成佛。你仔细地回想一下，它像不像一正一负，正负相加然后又归零的感觉呢？再来讲一下道家老子所讲的悟道。天之道，损有余而补不足，而人之道呢，正好相反。但是如果一个人可以做到致虚极，守静笃，
去除妄念，你也可以瞬间与道合二为一了。你再好好体悟一下，它是不是也像一正一负、正负归零的感觉呢？再来看一下儒家孔子所讲的仁义礼智信，讲的呢是一个人他遵循到这个本体而行，把德落实到人身上，自然而然所显化的5种品质而已，不是刻意而为之的。它正好呢对应人的5毒：贪嗔痴慢疑。这个5毒呢本质也是人体内5种欲望的体现罢了。它们一集合呢，你会发现也是一正一负，直接归零了，也就是悟道了。再来看一下中医所讲的治病原理，一阴一阳是不是也和正负相似？把它细分一下，化成5行，正好对应我们体内的5脏6腑。治病的本质呢，其实也就是治体内的阴阳5行平衡的关系。你仔细的想想看，平衡它是不是也是一种归零的感觉呢？最后看看科学，正负数、正负极、阴阳、离子、化合、分解，包括男女、雌雄等等，它是不是也是一正一负呢？你再来回看一下整个人类所有的智慧，所有的困难的解决办法，是不是也是一个至中和的游戏而已呢？也就是说，我们所谓的烦恼习气呢，全部是真我为了玩这一场2元对立的游戏而有意设计的。所以这个时候你会发现，小我它不过是自性真我的一种幻化，是真我把小我设计成跟真我正好相反的模样，目的就是为了来玩这样一场游戏。因为真我想玩这场游戏的话，它会让一部分能量变成跟它一样的正能量，清净、平等、和平的能量，同时它又会让一部分能量变成跟它相反的能量，就是恐惧、匮乏、评判的能量，然后让这2种能量互动，整个2元的游戏才能拉开序幕。就好像是一个导演，他本来是一个好人，充满了正能量，他想导演一部电影，这个时候他必须幻化，编一个好人。这个好人有点像他自己，是正能量的，同时他又要编一个坏人。这个坏人的目的就是为了跟这个好人演对手戏。但是这个坏人呢，他其实也是这个导演幻化出来的。所以这个所谓的坏人不是一个真的坏人，他只是一个用来玩游戏的道具，是一个假的角色。而这个戏里的无论是好人和坏人，都是一个假的角色，他们就相当于正能量和负能量。如果你站在导演源头的角度看，他们表面上看起来有好有坏，但实际在本质上没有好也没有坏，非好非坏。换句话说，这个戏里的好人代表导演，那么这个戏里的坏人也代表导演，对不对？所以有一句话叫做烦恼即菩提，烦恼就是负能量。负能量为什么是菩提呢？因为它就是菩提变化出来跟这个正能量玩对手戏的。如果没有一个负能量，就没有所谓的正能量。所以一正一负，一阴一阳，全部都是自性光明的妙用。当你明白这一点的时候，你就会发现，原来小我也是真我的一个表达，就是真我自己给自己设计的，目的就是来玩这样一场2元对立的游戏，来体验这种烦恼、痛苦、对立的一种状态。为什么？因为他不设计这些跟他相反的烦恼和习气，他就没有办法去体验这种状态。他如果没有小我的体验，也就没办法验证自己的存在。没有对比就没有体验，就好像是白色，你要体验白色，就必须生出一个黑色，用黑色跟白色去对比，才能知道什么叫黑，什么叫白。如果你没有黑，只是一片白，白就不叫白，也不知道什么叫白。
所以你会发现小我为什么会在我们这个世界诞生。如果真我不让它诞生，小我从哪里来呢？小我根本就没有源头，小我的源头就在真我，而一个善的真我、清净的真我、自信光明的真我，怎么会诞生出一个匮乏、恐惧、评判的充满习气的小我呢？这个时候呢，你才会恍然大悟，原来所谓的小我，实际上是真我自己给自己玩的一场游戏而已。如果你把这个游戏当真，你就以为这些烦恼是真的，你就去对抗它。当你识破这个真相之后，你只是微微一笑，看到烦恼就是菩提的本质，你看到它，然后对它微微一笑，这个时候其实烦恼就会像云彩一样的一个乌云，它从天空中飘过。如果你不理它，你见相非相，你知道它来自于虚空，它跟白云的本性是一样的，你不理会它，它就从你内心的天空走了。这个时候你就成为了一个管道，它就伤不了你，你就能够让这股能量流经。当你识破了这些所谓的负能量原来都是真我的妙用的时候，你不在乎它的时候，这个时候这场游戏就玩到头了，这个负能量就没有出现的意义了。因为所有负能量出现的目的，就是让你看到它背后的自信，它的本性。当你看到它的本性之后，你就能够去跟它和平共处，你就能够包容它。所以中庸里面一句话叫做喜怒哀乐之谓发，谓之中，发而皆终结，谓之和。这个时候你是处在跟你的喜怒哀乐和平共处的状态，这个时候喜怒哀乐皆是一种能量的流经，就不会伤害你，因为你不跟它对抗，所以它就伤害不了你。为什么我们会受到烦恼的伤害？就是由于你时时刻刻都在跟烦恼对抗，是这个对抗伤害到你，不是烦恼本身伤害你。只要你不跟烦恼对抗，包容它，允许它，让它流经，它是伤不到你的，它就会从你内在的天空里流走。同时看到它其实是真我的一种幻化，所以不要把它当真。这个时候情绪来了，你就看着这股情绪从里边流经，不要去评判，不要去贴标签，不要去跟它对抗。如果你对抗，就表示你着相，你一着相，表示你当真，一当真，说明你还在迷惑当中，所以这个情绪就会一再出现，因为你没有通过这场考试。当你什么时候能不再着它的相，让它自然流经的时候，就叫见相非相。这个时候，这个能量它就知道原来你已经认识我了，所以它就会再也不回来了。你已经通过考试了，所以当你能以这样的状态去跟小我互动的时候，小我就会消融。那我们具体应该怎么做呢？首先不评判自己，以一个平等心、包容心、允许心去接纳自己的习气，看到自己习气的模式。这个时候你会有个什么状态呢？你能看到这个模式，你能看到这些习气，你又不会去跟这个习气对抗，同时你又不会放纵这些习气，你不会随着这个习气流转。这个时候你就会处在一种不即不离的状态，这个时候小我就拿你没办法，所有的负能量、烦恼都拿你没办法，它就灰溜溜的走了，你的考试就通过了。所以真正开悟的人，他不是没有情绪，他是不着情绪的相，就像是开悟的人内在的天空不是没有云，一样是有的，只是说他能够看到云的本性，所以他不会去对抗，他只是去觉照。这个时候情绪就会流走，他就不会受到情绪的伤害。这个就是发而皆终结，谓之和。
喜怒哀乐作为一个开悟者也是有的，但是喜怒哀乐在开悟者的眼里就是一股平等的流经的能量，他不会去着这种相，所以他也不会受到烦恼的伤害。真正的那些大开悟者，他在人间虽然也会有喜怒哀乐，但是他的喜怒哀乐跟那些在二元对立里的人是完全不同的。他的喜怒哀乐对他是不构成伤害的，他就像一个河道一样的，所有的水都从他河道里流进，不论是污水、浊水还是清水。但是如果活在二元对立的人呢，这股能量一来，他马上就开始抗拒了，这就相当于设了一道坝，久而久之河水就会泛滥，就会漫过堤，造成烦恼，伤害到整个河床。所以真正的本质就在这里，当你能做到不去抗拒它的时候，它就已经没有存在的基础了，自己就消融了，我们就可以回归真我了。所以怎么去回归真我，就是带着一个不着相的平等心和包容心，去跟自己以及跟别人的小我去互动。这个时候你就能够和天、和地、和天下、和所有的人、和所有的事，乃至和你的烦恼，所以就能容自己、容别人、容天下。你的本性就是空性，而空性的本质就是能够容天下所有的事情。明白了吗？好了，非常感谢你能看到这里，希望能对你有所触动和启发。我们下期再见。